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immy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久等了，各位，真的久等了。终于在6月20号发布了轰动游戏界的新闻，就是终于要出新的 C 版本滑鼠。这个版本滑鼠有3个重点：轻量化、闪神线、24段滚轮。我们不提滚轮，前面2点各位老 Z 粉们等了多久？我不知道 Zoe 终于跨出这步的理由是什么，但绝对不会是因为我第一部滑鼠影片里面有哭过他们的不进步，国外哭的人更多。无论如何，久等了，这是 Zoe 自己用的词。这部影片我们来看看新推出的 EC3C， 讨论一下 C 版本滑鼠的改动，同时也跟另外一只右手惯用滑鼠 Voxy AX 做个比较。EC3C 是 EC 系列小老弟，用过 Zoe 滑鼠的应该都知道，数字越大，外形越小。长度缩短到119，握宽跟 EC2 一样61，最宽处加宽到66，让小指摆放更舒适，高度稍降到41公厘，实际握起来比数字看起来更小，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尾端顺下来很低，几乎感觉不到，手掌下缘会放在桌面上。这个设计主要目的是增加用手指移动的灵活度。要注意的是，鼠背高点因为整体长度缩短，所以变成偏前端。这个我们直接拿 Zoe 官网上跟 EC2 的比较图就可以看到差别。这个设计会让你握的时候是掌心上缘这块会接触鼠背，然后掌心下缘是空的，所以会有一种让你想要默默往前握一点，整个趴握住的想法。这时候拇指跟无名指、小指抓上去两侧内凹点，翻过来看就可以看到，其实比感应器的中心位置还要靠前，这会造成抬鼠的时候重心有点偏后侧，影响不大，但需要一些时间习惯。Voxy AX 这边长度117，握宽59，高度来到43公厘，可以看到高点偏中段，所以整个握感反而是比数字看起来的大哦。尾端稍微抬高，所以握的时候掌心下缘会离开桌面，这个鼠背会接触掌心中间跟下缘，让你稳定住滑鼠。抓起来就可以看到握点中心就是感应器，也没有抬鼠重心的问题。讲到这边，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2个握感截然不同的滑鼠。EC3C 代表着掌心悬空灵活感 ，AX 代表饱满稳定感。其实以 AX 的握感大小来说，我反而觉得拿去跟 EC2 来做比较会比较适合。材质部分没改变，就是我们熟悉的万年 Zoe 雾黑，蛮会吃油的，然后用2年大概就会变成我的老 FK2 这样。好啦，其实已经变成我女儿的玩具了。没猜错的话，依照往年惯例，应该会再出一次白色亮面版。Voxy 这边的雾黑材质就很优异，不太打油，防滑效果好，感觉比较耐用一些，然后有一种比较高级一点的感觉。Zoe 只告诉你改了重量线材滚轮，但没告诉你其实按键也默默改了。这个按键终于变软了，各位。Zoe 原厂表示没有改微动，只是结构有做更改，没想到差异会这么大。一体式的按键先天就有稳定的优势，按下去完全不费力，但这个软软的前行程让按压手感稍显不够利落，没有多于后行程。左右键的手感一致，虽然没让我非常喜欢，但比起以前 FK 的死硬已经是大幅进步，不抱怨。侧键部分蛮大片的，前行程手感有一点点软，但没有后行程，按起来是可靠的。但是这个位置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偏后面。主要原因我前面提过，握滑鼠的时候会越握越前面，所以使用上要用指节去按后面这个键，比较不会按错。如果你硬要用指腹或是侧边指腹按的话，拇指施力会很不协调。然后这2个键中间的分隔，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斜。EC2 上面的角度就比较垂直一点，这个斜度让我不止一次按后面的键，然后不小心按到前面这个角，变成误触前侧键。Voxy AX 的按键基本上跟我谈过的 NP01S 一样，手感非常利落。有兴趣的可以去看我之前做的影片。要补充的是，长时间的测试之后，的确，如果我不吹电风扇，稍微流点手汗，这个材质会有一点滑。侧键的部分一样非常利落，也不会握这么前面，所以位置上就完全没有问题。EC3C 的滚轮改成24段，但 Zoe 也把它大幅度的放软了，段落不再那么分明，声音也安静了许多，变成比较偏日常网页使用那种滚轮。我是觉得放太软了，放一半维持一点手感会比较好。打游戏为主，我是不太在乎滚轮声音大声，按下去的手感偏重手，但是不会太重。AX 这边就维持段落感比较明显的设定，因为按键的位置比较高，所以滚轮的位置放低，手指从按键移过去会比较顺手。压下去的手感就是非常的硬，
这边做个声音测试给大家听听看。EC3C 底部功能维持 Zoe 一贯的简约实用，只有回报率跟 DPI 的设定。按键一样做的内凹，避免误触。感应器是 PMW3360，不是最新最高阶的，但完全够用。当然，你可以用一些组合键去调整工作高度，还有按键反应时间，就是 debounce time 嘛。比较奇怪的是，说明书里面只有英文版本有提到，其他语言就不提这个设定了。好啦，讲远了。整体做工虽然轻量化到不含线是70克，但还是维持 Zoe 非常好的水准。用力压感觉很坚固，快速摆动也不会有零件松脱的感觉。线材部分也是这次 C 版本的重头戏哈，扬出的粗线头角度更高了，然后终于换上闪神线。这个线是偏软的线，重量非常轻，吸收力量的效果也非常好。等了那么久 ，Zoe 终于给了我们优秀的闪神线，令人感动。基本上就是在使用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它存在的线。Voxy AX 这边底部功能也跟我之前介绍过的 MP01S 一样，我就不再重复。补充一下，最右边的按键原厂叫 Click Response Speed， 其实使用上就是 debounce time 的意思。那线材部分跟 MP01S 一样是比较硬的闪神线，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在用线夹的时候增加线悬空的长度。实际使用感受 EC3C 的确第一印象非常好，我握上去会变成比较轻松的爪握，接近趴握了。右侧的曲线也让无名指小指很舒适。刚开始用的时候，这两片大面积的鼠脚非常的滑。Zoe是说鼠脚材质没有变，但可能因为面积大，那滑鼠含线材重量又降到大约75克，加上我使用新的 Voxy PA 鼠垫，所以整体滑到不行。就算是用了2个晚上，鼠脚稍微磨得没那么光滑，整体还是太飘。我会建议搭配中等速度的鼠垫来使用。因为这个外形会让我往前握，所以按键的时候其实已经按到前端降低的部分，变成有点勾回来按的感觉。加上这个变轻手的手感，做大幅度的往右侧或是往右后摆动的动作的时候，发生过误触左键的状况，不止一次。这个侧键位置跟造型我刚刚也提过了。尤其越往前握越明显。那我的后侧键是放腰射，就有一次我原本想用手枪腰射吃鸡，然后就按到前面的侧键，好险队友补枪哈。所以这个不高又有点偏前的鼠背，我建议大家要实际去试试看。就算对我17.5公分的小手来说，手掌内还是有很大的空间。那手大一点的话，可能会更难适应。当然，这个设计带来灵活度会让这个滑鼠更主打 Apex 或是特战1号那类的游戏，但不是每个人都适合。我建议，如果要买这支，要找一个手掌的固定点去习惯，可能是掌心上缘或是下缘。那如果你本来就是纯指握，那可能比较没有问题。Voxy AX 这边当然握上去的饱满感就跟 EC3 有截然不同的个性。重量是76克，加上线材大约80克左右，鼠脚材质够滑，但可能因为掌心接触面积大，掌根也离开桌面，整体对滑鼠的下压力比较大。搭配 GSR SE 的时候略显笨重了一点。那换到速度比较快的 Voxy PA 之后，大幅改善这个状况。掌心接触鼠背的稳定感很强，特别是用狙击的时候特别有帮助。这个设计也让前推施力可以很精准，以炮狙来说，就是可以丢出漂亮的雷啦。按键很利落，侧键位置也很好，不过我希望两键的分隔可以明显一点。以我的小手来说，这个滑鼠非常适合 CS 或者 R6 这种偏向左右移动比较多，但需要绝对稳定度跟精准度的射击游戏。当然，如果你手更大，就可以更灵活。以上是我使用整整1个月的心得，跟刚拿到手的感觉其实差异还蛮大的，希望对各位有帮助。OK，EC3C 是 Zoe 针对滑鼠小型化趋势的最新力作。
配上新的按键手感，还有闪神线，绝对值得老 Z 粉们去店面试试看。但请记得做好防疫措施。C 版本的更新也会先放到所有 EC 系列还有 FK 系列滑鼠，但滑鼠结构不同，所以 EC 按键手感上的差异不一定等于 FK 系列的差异。如果你想问我选手们会不会换到 EC3，我猜应该不多，但经典的 EC2 C 版本应该会非常受欢迎。我自己也很想试试看 FK2 C 哈。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最喜欢、能够有最好表现的外形，就像 PUBG 世界冠军 Tigoton 说的，他愿意尝试一些新滑鼠，但他总是会回到自己的老 FK1。那希望大家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电竞滑鼠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影片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 Jimmy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出来。